外国老人到底咋养老呢？跟你们举个我家的例子吧。我的公公婆婆要卖房子了，买主是我的2个小姑子，我 HR 这个房子本来的法定继承人，所以我就有个疑问，我俩小姑子为啥要买呢？那将来正常不也得给你们吗？但其实不然，有很多外国老人是不留房产给儿女的。情感上我儿女我心疼，遗产上非必要不继承。比如说老两口这套房子值200万，现在老头老太太退休了，想疯狂享受生活，但是往往情况是心是准备造反了，造反的钱忘攒了，所以他们就会把自己房子提前卖。比如说这房子不估价200万吗？我卖给中介150，我先花着，等我走那天你们再来收房子。然后这中间这50万的差价呢，就暂且按照我还能活10年来估算，没活够呢你退，活多了呢我补。阳寿和预寿此消彼长。我有时候就想哈，难怪我公公婆婆不养生。你说你如果按照能活到80折算的价都花了，万一天天泡脚，一出溜长寿了还得补钱，那真叫一个活不起呀。我奶奶说，你看你婆婆大冬天的穿个凉拖喝冰水，那到老了那都是作死。我说人家是在理财，在理财。当然了，可能有人会说，人家国外很多中产也会给孩子留什么什么什么，那你说就是你对。我公公婆婆不是中产，反正据我的了解，他们这个阶层会以各种成熟稳妥的方式，坚决的保证了自己走的是片甲不留，人亡之前先家破，人去之后必劳空，就是这么一个思路。我大胖媳妇也是受这个观点影响很深远，所以她就不会说想培养孩子咋地，然后牺牲自己太多，给孩子上兴趣班尽可便宜的报，比如蹦蹦床。孩子喜欢滑冰，他说滑冰还得买刀。孩子想学骑马，他说骑马还得租马。我说俗话说得好，招兵买马，招兵买马才能培养出将军，你这兵马都不要啊。他说有兵马的不是勇吗？那最终也一样是被埋没，也不一定是将军。咋说呢，这玩意儿各有优缺点吧。像我婆婆我老公这种就可能太在乎自己开不开心，也有优点，就是孩子永远有个非常开心的爹，然后父母和孩子从小就不互相绑架，活得都很轻松。我呢不可能完全同意他爸妈的做法，但是我也不想像我爸妈这样这么累。反正我感觉就对孩子这玩意儿就尽量吧，你租马租不起可以租个驴，骑驴找马呗，人不都那么过吗？也不用因为要给孩子多少太为难自己。比如我每2周必须出去一次，给自己买好看的衣服，买贵的，但是给孩子买衣服我净买便宜的，谁让他比我好看，谁让他比我好看了。然后呢，每周必须出去喝顿酒，回家就逼加拿大技师给我做 SPA， 用这个法国让提斯面膜让他救救我的熬夜暗黄脸，这芋泥质地特别舒服，享受一下。但是啊，有个事儿，你看是不是我多心了？他总说他自己是不可能出去做 SPA 的，但是这个拿锣在耳边敲这个事儿是从哪学的呢？妈，我爸。哎呦我的妈！妈被封口了，你等我15分钟之后接下我伪善的芋泥面孔啊！妈脸咋样？哎呀妈呀，真亮啊！完了，大胖媳妇把我爸整丢了，辣椒站了。你咋寻思的？我不知道。我在悉尼出差，昨天回家，然后我爸呀在完成他工作生涯的收官之作，写完了一本书。大胖媳妇呢就说要给我爸来一个大大的庆祝，要去一个北京附近的一个就是风景宜人之地，他带着孩子们去那里，让孩子们听他们的姥爷亲自读出自己亲笔写的关于铁岭党史的呕心杰作。我呢一听，我寻思说不定我爸在这个荒郊野外读诗，大胖媳妇又得有点什么段子。我说可以，挺好。所以我们就定的早上，我从悉尼回来，下了飞机直接去那个地方跟他们会合。然后第二天早上8点，大胖媳妇就带着我爸还有俩孩子出发去梨树沟了。然后路上呢，我爸就睡着了，中间他们就在这个加油站加油，大胖媳妇就带俩孩子上厕所。他们下车之后呢，我爸起来也去了，就没回来。大胖媳妇上完厕所带俩孩子上车，也没发现车里少个老头，油下就开走了。我爸的手机钱包都搁车上，然后我是比他们早到的，我早就在梨树沟等着这一家人，开启一场关于我爸这个文学生涯的里程碑盛典。车来了，门开了，一顿拥抱，我看到了我的大胖媳妇孩子们，唯独没有我爸。我爸呢？看到啥玩意看到大胖媳妇辩解呢，他说你爸他上车就睡着了，没声。我从加油站厕所出来，我要开走的时候，我还问俩孩子，我说每个人都在吗？翟奥达和张大铁都说我在，那你爸也没说他不在呀，我们就又开车回去接我爸。到了加油站，老头坐那儿一个点了，4个人让他加过92号满箱。虽然司机不咋地，但是最近我们在试用的这个车不错，就是新款格瑞维亚 MPV， 开着4驱走弯路，大胖媳妇都很酷。一汽丰田大厂品质，无需充电，没有焦虑，说走就走，空间大又舒服，安全感满满，太适合我们这人多的大家庭出游了。见着我爸哈，我都很少见着这个知识分子这么生气。我就在这找着了，你们哪找不着？这边也没有，那边也没有。没问题，没问题，没事没事。哎哎哎！
哎，你使远点，这个丢胚，这个丢胚。结果我没想到张大铁学英文学不会，学东北英文学的老快了。你别老是这么擦，你咔咔咔咔，真不经抄的。红了都。你洗就赔，你洗就赔吧。你这个猪胚，你这个猪胚。你们知道让中国老人和外国老人一起带孩子是什么结局吗？结局就是中国老人除了带孩子，还得带外国老人。我和大胖媳妇一起出差了，就留我爸和我婆婆在家一起带孩子。这一早上孩子连玩带闹，太累人了。我爸就想出了一个能短暂解救自己和温迪的方式，让孩子去躲猫猫。反正我爸也没准备跟孩子们真玩，就寻思让孩子消停一会儿。我爸的计划是宣布现在开始躲猫猫，然后孩子们一跑，我爸呢就可以给温迪沏一杯茶，俩人休息一会儿。我爸没想到，他一宣布，孩子们，咱们现在玩一个游戏，叫躲猫猫。温迪。I love that game。噌家窜出去了，狗都追不上。人家张大铁已经找好的地方，我婆婆觉得好，跟张大铁抢。张大铁说不行，这是我选的地方。温迪告诉他，孙子，咱俩换。我本来选的地方吧是狗窝，但是亲爱的上帝，谁能想到那还有只狗？拿铁，这样我给你2块糖，咱俩换。温迪就藏起来了。朋友们，一个加拿大60岁的老太太，顶着190的血压和33度的高温，足足17分钟纹丝不动啊！不为别的，只为了成为躲猫猫的猫王。15分钟之后，孩子憋不住了，在窗帘后边发出了银铃般的笑声。我爸一看也歇了足足15分钟了，就说游戏结束了，你俩赢了，天也晚了，也不热了，咱出去遛狗吧。仨人上电梯都到1楼了，我爸突然想起来少个人。少个人啊？温迪呢？不用说，不用说。不用说。这把忘记了，没找他呢，赶紧给找回来呀！你赶紧找哪个去？他不就搁哪眯着呢？你闷死了一会儿，你闷死了一会儿。哎呀，这不是大活人吗？你说说吧，温迪有多不好带？温迪还给我打电话投诉我爸，说我爸老不带他玩，让我爸教他练剑，说想了解一下中国老年人闲云野鹤的生活。我爸没办法，只能带上他一起晨练。这样，这样。来，温迪，咱们还是学最简单的吧。哦，使劲，流汗了，乖，咱俩回家吧。这过动症有点，哎又来了，给我爸忙得坏了。温迪这边跟我爸学练剑，人家温迪根本不看孩子们，温迪经常让孩子在外边随便玩，踩泥巴、钻沙堆，这都还好。真正让我爸崩溃的是，踩完泥巴、钻完沙堆之后，回家直接穿鞋上床，随便踩。那你说谁对干净都有自己的理解？咱不站队了，我只知道论干净还得蓝月亮。我还特意去人家的洗涤科技馆学习知识，还实操了，搭配玉图神器，让游班无所畏惧，轻松搞定日常衣物、床品、物资，连难闻的汗味都能有效去除，好神奇！哎，我发现很多老外都这样，穿鞋可以直接踩在床上。我问温迪为什么，温迪说被是有2面的，外面咋埋汰没事儿，你钻被窝里干净的就行。而且如果你的顾虑是怕鞋脏，那没事儿。今天我领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压根就没穿鞋。等我出差回来，发现我爸和温迪都不在家。一问，我爸领温迪看中医去了。我爸觉得温迪肯定是火大或者什么毛病，造成了他的躁郁和癫狂。然后人家医生问温迪啥，睡眠呢、饮食啊、心情啊，温迪都说特别好。医生就问我爸，那他到底是哪儿不舒服？我爸说他让我不舒服，让我不舒服。